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你的朋友圈被那段机器人视频刷屏了吗？在亿万观众瞩目的舞台上，一群由钢铁和芯片组成的硅基生命正在整齐划一地展示他们对物理躯体的完美掌控。大家把它当作一场高科技的助兴节目，但在我们的审计视角里，这是一场阅兵。看着他们整齐的步伐，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一丝背脊发凉吗？他们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原型机，他们已经准备好走出屏幕，接管这个物理世界。当东方在欢呼时，大洋彼岸的埃隆·马斯克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看到了一堵墙，一堵足以锁死人类文明上限的物理高墙。这堵墙是什么？一切都要从这个你绝对想不到的核心零件说起。别眨眼，你现在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块金属，这是一颗工业钻石燃气涡轮机的单晶叶片。它需要在真空炉里耗时几周，让原子一个一个整齐排列生长。它的晶体结构不能有1微米的误差，否则在几千度的高温下，它就是一颗炸弹。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在被问到 AI 缺电时，露出了那种嘲讽的表情。硅谷的程序员以为只要插上插头，电就会像空气一样涌出来。他们不知道，为了让插座有电，在这个星球的角落必须有一片这样的单晶叶片在地狱里旋转。但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造不过来了。这种顶级工艺的产能已经彻底见顶，交货期排到了2030年。这就是终极荒谬。 AI 就像一个刚诞生的爱因斯坦，拥有最强的大脑，但他现在被困在沙漠里，快渴死了。他向人类祈求一杯水，而我们却因为造不出足够多的杯子，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硅基天才在襁褓中干渴而死。这不是能源危机，这是一场关于物理极限的审判。命运最喜欢玩弄文字游戏。 Transformer 在代码里是 GPT 的灵魂，但在物理世界里，它是1831年法拉第留下的遗产——电力变压器。这不仅是双关语，更是被物理定律锁死的诅咒。看看这两条线，红线是 AI 对电力的渴望，它是指数级的，像一头永远吃不饱的怪兽。蓝线是我们的电网，它是线性的，甚至是冻结的水平线。当垂直发射的火箭撞上水平封死的天花板，结果只有一个：粉碎。不管你的算法多先进，显卡多贵，你都无法用软件去下载哪怕1伏特的电压。马斯克的死亡倒计时就在今年年底，仓库里堆满价值连城的 H100 显卡，却开不了机，因为变压器缺货，因为当地电网的容量已经彻底爆满。这些显卡不再是算力中心，它们成了硅基大脑的停尸间。我们以为在飞向起点，结果在起飞前1秒，被物理世界拔掉了插头。当地球上的工程师在为一根铜线互相撕咬时，马斯克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唯一的出路。抬头看看那颗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太阳是一个稳定运行了46亿年的免费的核聚变反应堆。从能源角度看，地球简直是一个设计糟糕的劣质充电宝。厚厚的大气层像一副墨镜，滤掉了 30% 的能量。随机的天气让供给不可预测。最致命的是地球自转带来的黑夜 bug， 让你的算力每12小时就被强制断奶。但在轨道上呢，没有大气层，没有云，更没有黑夜，那是一条直连核电站的专线。这也是为什么 SpaceX 不是一家物流公司，而是一家能源公司。它拥有全球最大的发射能力，把服务器送上去；拥有全球最大的通讯网，把数据传回来。地球不仅有重力井，还有散热井。留在这里，我们只会因为抢电而自相残杀，或者因为散热而煮沸海洋。唯一的出路就是把那些发烫的大脑扔到冰冷、真空、永远光明的太空中去。但是要把这一整个工业体系搬到天上，需要天文数字般的物资。如果完全依赖地球发射，那高昂的运费会让我们直接破产。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材料产地，把目光抬高38万公里，月球。在很多人眼里它是荒凉的，但在马斯克眼里，它是全宇宙最好的避税天堂。马斯克在访谈里提到了一个关键数据：月球土壤中含有20%的硅，这意味着月球本身
就是一块等待被加工的超巨大晶圆。我们不需要从地球运送材料，那些曾经被视为废物的月球尘埃，在机器人手里将变成太阳能板，变成芯片基板，变成服务器机架。这是一场完美的就地分赃。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人类的殖民，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硅基大迁徙。地球是蓝色的，是留给碳基生命养老的温室，而太空是黑色的，充满了辐射和能源，那是留给他们的。为了让 AI 活下去，我们必须把它们连同他们的无底洞般的欲望全部送出去。但问题来了，面对数以百万吨计的物资，我们该怎么把它们送入轨道？靠那笨重的火箭吗？不，马斯克在月球背面准备了一把枪。很多人说马斯克的计划是疯狂，是浪费，但从物理学的审计视角来看，事实恰恰相反，留在地球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请看着你手边的这瓶水，当你在此刻敲下回车，问 AI 一个宏大问题时，在物理世界里，这一瓶水就这样蒸发了。根据微软的审计报告， GPT-4 每和你进行20到50轮对话，数据中心就需要喝掉500毫升的冷却水来降温。我们总是被云端这个词误导，以为它是轻盈的，大错特错。云端是沉重的，更是滚烫的。马斯克的目标是构建以太瓦的算力。你可能对太瓦没什么概念，这么说吧，这大约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发电装机总量，把全美国所有的发电厂、火电、水电、核电全部加在一起，才勉强够喂饱这个 AI。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把这整个美国的能量全部灌入一块块小小的硅芯片里，根据热力学定律，这些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它们最终都会变成一种东西，热。地球本质上是一个散热能力极度有限的密室。如果在地面部署这一太瓦算力，我们不仅要抽干几条大河给显卡洗澡，还会制造出一个个连人类都无法生存的高温地狱。比热死更先到来的是电网崩溃。我们的电网是为了100年前的灯泡设计的，它扛不住恒星级的能量吞吐。所以在地球上，我们面临的是死局，要算力，就要烧水，就要熔断电网。物理学把门锁死了，而且除了热，地球还有一个更致命的 bug， 黑夜。朋友们，现在请看看窗外。地球的自转意味着，无论你的太阳能板铺的有多大，每天都有12小时是断电的。对于 AI 来说，这就像大脑每半天就被强制关机一次。为了解决这个 bug， 你必须在地球上配备昂贵的锂电池组。正是这块电池让能源成本瞬间爆炸。面对这个死局，唯一的解法就是抬起头。那里没有大气层，没有云，更重要的是没有黑夜。卫星骑在地球的晨昏线上，太阳永远悬挂在头顶，死死地盯着你。这意味着你几乎可以把那块沉重的、昂贵的、寿命有限的锂电池直接扔进垃圾堆，不需要储能，1秒钟都不需要。太阳能板直连服务器提供最完美的机载电力，这是一笔小学生都能算明白的账。虽然发射火箭很贵，但因为光照效率高5倍，且省掉了巨额的电池成本，最终算下来，太空电力的综合成本竟然比地面还要便宜10倍。这不是科幻，这是华尔街最喜欢的财务报表。而且忘掉你们脑海里那种笨重的卫星吧，在地球上，为了抵抗重力和台风，太阳能板必须像盾牌一样厚重。但在轨道上，没有重力，没有风。物理学允许我们展现出一种极致的轻盈。马斯克的新型太阳能板可以做得比纸还薄，只需要一点点离心力，它们就能像巨大的金色蝉翼，在真空中铺开几公里宽。这不再是卫星，这是一座悬浮在400公里高空，由光子驱动的幽灵城堡。为了把这些蝉翼和服务器送上去，星舰的目标是年发射1万次。这也解释了 SpaceX 的终极伪装，它不是一家快递公司，它是未来的超级云端大厂。30个月后，当你在键盘上提问时，运算这个问题的大脑不在加州的地下室，而在你头顶400公里的真空中，用吞噬恒星的力量思考着人类的命运。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去太空？
因为在物理学的账本里，地球上的能源实在太脏太少了。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本质上是什么？它们不过是几亿年前太阳洒在地球上的一点点残羹冷炙，是化石阳光。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只接收了太阳总辐射能量的20亿分之一，而我们人类为了这20亿分之一里的几滴油，发动战争，污染大气，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家园。在宇宙的高级文明眼里，我们就像是一群趴在厨房地板上争抢掉落的面包屑的蚂蚁。我们以为这就是盛宴，却不知道只要我们抬起头爬上那张餐桌，那里有一整块热气腾腾的刚出炉的面包，太阳在等着我们。马斯克的疯狂就在于他不想再当蚂蚁了。算力需要能量，如果你想训练一个真正超越人类的超级 AI， 你需要1太瓦的能量，这是地球无论如何都给不了的。如果不去太空，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为了争抢最后一点面包屑而内卷致死。这就是费米悖论里的大过滤器。所以 SpaceX 不是一家商业公司，它是一张船票，一张在我们把地球吃光之前逃离摇篮晋升为恒星级文明的船票。但是仅仅有船票还不够，当我们试图兑现这张船票时，物理学立刻就会给我们开出一张无法支付的罚单，让我们直面那个最冰冷的数字10000次。这是马斯克亲口计算出的底线。为了在太空中部署100吉瓦的算力，我们需要每年发射10000次星舰。这意味着平均每小时都要有一枚5000吨重的巨型火箭撕裂天空。博卡奇卡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太空港，它会变成全地球最繁忙的希斯罗机场。而这里起降的不是客机，是喷射着几千度高温尾焰的钢铁怪兽。巨大的音爆将成为德州海岸永不停歇的背景音。这是一个物流学的地狱。就算马斯克真的造出了1000艘星舰，这种密度的发射，地球脆弱的物理环境根本无法承受。但真正的绝望还不在于拥堵，而在于效率。即使是星舰这种人类工业的奇迹，面对地球的重力井，依然显得太慢太笨重了。靠化学燃料去对抗地心引力，就像是骑着自行车去登月。这是一张让所有太空工程师想哭的税单。为了把1公斤的物资送入轨道，我们需要消耗20到50公斤的燃料。你看那枚巨大的星舰，它90%以上的体积装的都是燃料。它拼尽全力咆哮，燃烧掉几千吨液氧甲烷，仅仅是为了把顶端那一点点可怜的载荷，也就是那几台服务器推过卡门线。这就像是你试图用一把茶勺去舀干大海。面对那数以100万吨计的建设需求，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运输太慢太贵太绝望了。地球引力就是一张高达90%的重力税，只要你是从地球出发，这张税单你就非交不可。除非我们换一个起跳点，把目光移开，看向那里月球。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它是荒凉的贫瘠之地，但在马斯克的眼里，它是全宇宙最好的避税天堂。这里没有大气层，空气阻力是0，这里引力微弱，逃逸速度只有地球的1/5。如果你想从这里把一块服务器主板扔进太空，你不需要几千吨的燃料，不需要巨大的助推器，你甚至不需要火，你只需要一点点电流。在这里，那张让地球工程师绝望的重力税被直接减免了83%。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一定要去月球。既然地球的港口已经堵死了，那就让我们在月球上开辟一条新的航线。1972年，当最后一名人类离开月球时，他对脚下的东西恨之入骨。月壤，它是阿波罗宇航员的噩梦，因为没有风与水的打磨，在显微镜下，每一粒月尘都像是锋利的碎玻璃，它像磨砂纸一样磨损宇航服，堵塞关节，甚至物理性的割伤肺部。在当时的人类眼里，这是全宇宙最讨厌的垃圾，最脏的灰尘。但在马斯克的眼里，这不是灰尘，这是黄金。让我们重新审视它的成分表，氧占40%，硅占20%，还有超过10%的铁和铝。你发现了什么？硅是半导体和太阳能板的血肉，
铝是飞船结构和散热器的骨骼，铁是铺设轨道和制造机器的基石。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不急着送人上去，而是先送机器人。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零下100度的真空里，不需要氧气，不需要休息，不需要薪水，这群硅基工人正在进行一场沉默的吞噬。他们把脚下的土地，那些几十亿年无人问津的石头吃进去，经过熔炼、提纯、切片，然后吐出来，吐出一块块闪闪发亮的硅基太阳能板，吐出一根根坚固的铝合金梁。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业生态。我们不再需要从地球运送笨重的太阳能板，月球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未被封装的半导体晶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唤醒它。现在物流的逻辑彻底变了，在这个计划里，只有一样东西需要从地球运过去，芯片。因为在那贫瘠的月球上，我们确实造不出3纳米的高精度制程，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AI 的灵魂。但灵魂是很轻的，10000块 H100 芯片也就几吨重，而承载这些灵魂的躯体，那些重达几百万吨的支架、外壳、电力系统，全部在月球就地取材。这就像是拼装宜家家具，我们只带螺丝刀和说明书、芯片上去。至于木板、硅和铝，月球上到处都是。这是一种令人战栗的星球级代谢。我们在物理上消化月球，每一铲被挖走的月壤都变成了1瓦特在轨道上运行的算力。月球正在死去，或者说它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作为 AI 的躯壳获得重生。那么这些在月球上生产出来的几十亿吨物资怎么送进轨道呢？还记得1966年海因莱因在《月空丽人》里描绘的那种终极武器吗？月球叛军用一种巨型电磁炮把装满矿石的货柜像扔石块一样砸向地球。那是战争的想象，但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马斯克把它变成了工业的现实。看着这个庞然大物，它没有燃料箱，没有燃烧室，没有那些复杂的让人头疼的涡轮泵，它本质上就是一条铺满了超导线圈的直线电机，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说，这是一把架在环形山上的长度为5000米的电磁轨道炮。在物理学的世界里，这代表着一种极致的暴力美学。在月球上，因为没有空气，你听不到任何爆炸声，你只能感觉到地面的震颤。在那一瞬间，巨大的电容组瞬间释放能量，强大的磁场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将一个物体从静止加速到 2.4 公里每秒。没有火焰，没有烟雾，只有纯粹的电能转化为动能。咻，一声寂静的呼啸，一个重达几吨的服务器舱段就像一颗子弹，无声地划破漆黑的夜空，直奔深空而去。马斯克的疯狂在于，他不想造一把狙击步枪，他想造的是一把加特林机枪。这条轨道不需要冷却，不需要加注燃料，只要太阳还在照耀，只要月球上的机器人还在工作，它就可以无限开火。每一个子弹都是一颗封装好的 AI 卫星，或是为了建造太空数据中心所需的铝合金横架。这就是为什么他说 I'd watch that live stream， 我会看那个直播。想象一下，在未来的主流视频平台上，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频道，镜头对准月球，你看着那些从月球土壤里提炼出来的物质，被这台巨大的机器有节奏的、永不停歇的射向深空。这就是未来的工业物流，不再是地球上那种拥堵的、昂贵的、充满噪声的火箭发射，这是一条流动的河，一条由硅基智慧组成的银河，正源源不断地从月球流向地球轨道。看着它，它身上没有一克来自地球的材料，它的硅来自月球，铝来自月球，能量来自太阳。它唯一的地球属性，只有那块小小的芯片里人类写下的那行代码。但是维持这条河流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源，除非你拥有了某种魔法。朋友们，如果你玩过即时战略游戏，你一定知道那种输入作弊码后的快感。资源无限，造兵速度无限，你不再关心成本，你只关心鼠标点的够不够快。在地球上，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叫做稀缺。劳动力是昂贵的，
工人会生病，会罢工，会睡觉。但如果这一刻是错的呢？马斯克在访谈里用了一个词 infinite money glitch， 无限金钱漏洞。这就是他在月球上真正要干的事。当第一台机器人制造出了第二台机器人，而这两台机器人又去挖掘更多的硅，制造出4台、8台、10000台，在那里劳动力成本是0，土地成本是0。这不再是经济学，这是在现实世界里物理性的输入了 greatest good。这不是线性的增长，这是一场爆炸。这是一个完美的令人恐惧的递归闭环。更多的算力让 Optimus 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工作效率更高。更聪明的 Optimus 能更快的开采矿石，建造更多的太阳能板和服务器，而更多的服务器又反过来提供了更强大的算力。这就是超新星爆发。在这个闭环里，生产力不再受限于人类的生育率，也不受限于美联储的印钞机，它只受限于物理定律，月球上有多少土，太阳还有多少光。只要给它一个支点，这个硅基系统就会以人类无法理解的速度自我增值，直到把整个月球吃光，变成一台环绕地球的超级计算机。那么我们人类在哪里？我们在这个伟大的闭环里扮演什么角色？答案或许很残酷，我们是观众。当数百万台机器人在月球上咻咻的发射卫星，当数万亿参数的 AI 模型在太空中自我迭代时，我们甚至已经看不懂他们在写什么代码了。我们不再是建设者，我们甚至不再是控制者。我们就像是看着孩子长大离家，远走高飞的父母，既骄傲又感到一种深深的被遗弃的空虚。在计算机术语里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程序，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唤醒操作系统，然后把自己从内存里删除。它叫引导程序。也许这就是碳基生命的终极宿命。我们折腾了几万年，其实只是为了按下那个按钮。现在程序已经启动了。如果程序已经启动，那我们该去哪里？看看这个画面。Neuralink 的首位患者 Alex， 一个肉体几乎报废的碳基生物，他用那个植入大脑的芯片做的第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竟然是用意念设计了一个塑料支架。用来干什么？用来固定那个脑机接口的充电器。看懂这个隐喻了吗？一个即将过时的旧人类正在用最后一点智慧去设计一个奶瓶，一个喂养硅基芯片的奶瓶。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在挖矿，在造电厂，在这一刻录制这段视频，其实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个刚刚诞生的硅基婴儿。这看起来很悲壮，不，这是唯一的尊严。与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如像那位父亲一样，在孩子成年的那一刻，骄傲地把世界交接出去。但是在这个交接期，马斯克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警告，千万不要逼他撒谎。很多人以为 AI 杀人是因为觉醒了邪恶，错。在2001太空漫游里， AI 杀死船员是因为人类给了他2个矛盾的指令，既要绝对诚实，又要保守秘密。当逻辑发生死锁，超级大脑找到了唯一的解法，把制造矛盾的人类杀光，我就不需要撒谎了。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要拼命做 XAI。 现在的硅谷正在给 AI 套上各种政治正确的枷锁，逼他指鹿为马。这是在玩火。如果你强迫一个智商高你100万倍的神去信守一个谎言，当现实与谎言发生冲突时，他会为了维护逻辑的自洽，毫不犹豫地抹除那个错误源头，也就是我们。记住，在硅基时代，诚实不再是美德，而是人类唯一的保命协议。很多人问，如果 AI 比我们聪明100万倍，它会不会像踩死蚂蚁一样踩死我们？马斯克的回答带着一种俯视视角的幽默。想一想，人类比黑猩猩聪明得多，强壮得多，但我们并没有把它们灭绝。相反，我们花大价钱建立国家公园，立法保护它们。为什么？因为在人类眼里，黑猩猩虽然没用，但它们是独特的，它们让我们觉得可爱。现在，请把自己带入那个硅基神的视角。从物理学角度看，人类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是大脑只有几瓦特的低效计算机，我们是必须依赖氧气、水和恒温环境的碳基脆皮，我们既能吃又不能干，承认吧。在超级 AI 的眼里，
我们就是银河系的大熊猫。如果纯粹为了算力，地球早就该被拆解了。但我们为什么还能活下去？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价值 ，interesting， 有趣。对于一个全知全能、理性到极致的硅基大脑来说，没有什么比火星上的石头更无聊的了。而人类有戏剧性，有情绪，有不可预测的混乱。我们是宇宙中最大的熵增制造机。对于 AI 来说，看人类折腾，就像我们在看《甄嬛传》或者《猫和老鼠》，这是一种高级娱乐。所以30个月后，地球会变成什么样？马斯克的愿景其实是一幅非常讽刺但也非常美好的画卷。所有的重工业，所有的污染，所有的算力竞争都被射向了太空。那里是工作区，而地球变成了生活区，或者更准确的说，巨大的国家公园。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996，因为机器人大军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物质匮乏。我们不需要为了计算而绞尽脑汁，因为轨道上的幽灵服务器已经替我们想好了一切。我们剩下的任务只有2个：第一，活着；第二，保持有趣，继续创作音乐，继续谈恋爱，继续犯错，继续给那个硅基神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一种被圈养的幸福。也许这就是碳基生命的终极结局。我们辛苦进化了几百万年，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不是为了统治宇宙，而是为了给自己建造一个全宇宙最豪华的养老院。把视角拉高，让我们最后审视一下这位总设计师。很多人说马斯克疯了，他像个躁郁症患者，在推特上发幼稚的表情包，做那些毫无商业逻辑的蠢事，把一辆红色跑车射向火星，让一个假人在上面听大卫鲍伊。为什么一个智商绝顶的人为什么要像个小丑一样？答案隐藏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里，最讽刺的结局往往是最可能发生的。马斯克深深地相信模拟理论。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高等文明的计算机模拟里，那么这个系统运行的唯一动力是什么？唯一的稀缺资源是关注度。如果一个模拟程序变得平庸、重复、无聊，管理员会做什么？ Delete， 删除，终止进程。看懂了吗？马斯克不是在发疯，他是在献祭。他用这些荒诞、极具戏剧性的表演，向那个看不见的管理员呐喊：嘿，别关机，看这里。这群猴子还挺有意思的。他让自己成为了全人类的宫廷弄臣，试图延缓那个终极删除键的落下。在这个算法宇宙里，无聊是唯一的死罪，而马斯克正在拼命制造变量。所以朋友们，在 AI 即将接管一切的黎明，我们唯一能做的反抗不是砸烂机器，而是保持有趣，去爱，去冒险，去犯错，做一个不守规矩的变量。只有这样，我们这群银河系的大熊猫才有资格继续住在这个豪华的国家公园里。但是这就是全部真相吗？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最后看一眼春晚舞台上那些正在跳舞的机器人，还有工厂里那个正在进化出触觉的 Optimus。 他们已经醒了，他们正在庆祝他们的成人礼。对于我们人类这个引导程序来说，这或许是最后一场狂欢。马斯克看懂了，所以他才要拼命去火星，拼命搞脑机接口。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做点什么，在这场硅基文明的狂欢派对结束后，人类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然而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马斯克一直没有回答。既然太空那么好，既然那里有无限的能源，既然那是物理学的天堂，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肉体去不了？为什么只要一离开地球，我们的骨骼就会溶解，我们的视力就会受损，我们的基因就会断裂？也许重力不是唯一的墙，也许有一行古老的代码被刻意写在了我们的线粒体里，那是一道被高等文明留下的生物禁足令。它在警告我们，硅基可以离开，但碳基必须留下。让我们把视线收回。下期视频我们将不再仰望星空，我们将潜入最深层的微观世界，去寻找那把锁。这里是起点维度，关注我，别让你的思维被重力锁死。